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杨正。中共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可有意思的是，媒体的焦点并不在会议，而是转向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外界传出消息，他可能进京，接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是习近平身边最关键的位子，管文件、管会议，还掌控中央警备局。简单说，谁能靠近习近平，谁被挡在门外，全听他一句话。如果这项调整属实，那这场被称为例行会议的四中全会，可能正在上演一次静悄悄的权力换血。台湾经济日报10月20号报道，中共20届四中全会不论是按惯例还是依现状，人事本应是重要内容之一，但今次会议要把主要关注集中到第15个5年规划上，人事要低调让道，但中央层面传仍有个别关键职位的调整。最受瞩目的即可能调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京，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补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因今年12月满70岁，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的具体工作，专心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国安委日常工作。如果这个报道成真，就意味着直接触及了习近平权力的心脏。很多不熟悉中共政治的朋友可能要问了，一个办公厅主任有那么重要吗？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这个职位重要到可以决定一个最高领导人的生死存亡。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机构，它是整个中共政权运作的神经中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古代皇帝的内廷，而中办主任就是权力最大的大内总管。他的权力有多大？首先，所有递交给最高领导人的文件报告都要经过中办处理。中办主任可以决定让领导人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其次，所有最高层级的会议都由中办安排，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会议议程是什么，都由他掌控。最关键的是，中办下辖一个令所有中共高官都闻风丧胆的机构——中央警卫局。这个机构负责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身安全。换句话说，中办主任同时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禁卫军司令，他手里掌握着那把可以指向任何人的枪。正因为这个职位如此致命，习近平在中共20大后做了一个打破常规的安排，他让自己的头号心腹，身为政治局常委的蔡奇去兼任这个传统上由政治局委员担任的职务。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降格使用，但也恰恰反映了习近平内心深处的极度不安全感。他只相信蔡奇，只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党的神经中枢交给这个最忠诚的马仔，他才睡得着觉。那么，陈吉宁是另一个可以让习近平放心的人吗？陈吉宁的履历可以说是中共政坛的一个艺术，他身上同时具备了至少3个重要派系的背景。第一张脸，清华帮的技术官僚。陈吉宁是个学霸，拥有英国帝国理工的博士学位。他回到清华大学后，试图一路顺遂，在时任清华党委书记陈希的提拔下，快速晋升，最终在2012年成为清华大学1949年以来最年轻的校长。这层背景让他深得中国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阶层的认可。第二张脸，福建帮的习家军。陈吉宁的仕途关键几步都和习近平的亲信密切相关。2017年起，他进入北京政坛，与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搭档，共事超过5年。
陈基宁与蔡奇联手推动了备受争议的清理低端人口政策。这类脏活累活据说深得习近平的赏识，可以说他一度被视为习家军外围，甚至是准核心圈子的一员。第三张脸，上海帮的新地主。2022年20大后，陈基宁接替李强，出任中国最具权势的地方诸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什么地方？过去30年，这里几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龙兴之地。从吴邦国、黄菊到后来的习近平、李强，都被市委书记，最终都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入主上海，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权力巅峰的门票。所以你看，陈基宁这个人既有技术官僚的专业形象，又有执行习近平意志的功绩，现在又占据了传统权力高地的上海。这种复杂的背景让他成为一个难以捉摸的角色。但不久前他的一个举动让外界相信，他不会是习近平想要的大内总管。那是在6月18号，地点是上海的陆家嘴论坛，一个冠盖云集的金融盛会。就在这个舞台上，陈基宁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举动。他热情地邀请了一位嘉宾，并与他并肩站在一起，共同为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揭牌。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前中共党魁胡锦涛的儿子，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各位朋友，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官场互动，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挑衅意味的政治信号。我们必须记得，就在不久前的中共20大闭幕式上，全世界的媒体都目睹了那惊人的一幕。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工作人员半强迫地架离会场。那个画面被普遍解读为习近平对前任领导人的公开羞辱，象征着团派的彻底覆灭。从那天起，胡锦涛家族和整个团派都成了中共官场上无人敢碰的政治瘟疫，官员们对他们是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惹火上身。但在这种肃杀的政治氛围下，陈基宁，一个政治局委员、直辖市的一把手，竟然公开热情地为胡海峰站台。这意味着什么？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说，这很可能是一个公开向胡锦涛和团派示好，甚至是递交投名状的动作。这是在告诉所有人，胡锦涛家族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团派的势力依然存在。陈基宁的这一举动，就像在一个充满易燃气体的房间里划亮了一根火柴，瞬间引爆了外界对中共高层权斗的无限遐想。唐靖远指出，如果陈基宁接替蔡奇成真，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第一，这意味着习近平被迫放弃了对自己人身安全的绝对控制，他不得不将中央警卫局这个带枪的保姆交到一个刚刚向对手示好的人手里，这在政治上等于是被人用枪顶住了后腰。第二，这意味着蔡奇这位监国重臣被削权。蔡奇不仅是中办主任，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机器，是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总操盘手，让他交出中办无异于自断臂膀。第三，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习近平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他不得不向党内的反对势力做出巨大让步，以换取暂时的妥协。所以盯住中办主任这个职位，是观察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最直接的风向标。如果蔡奇真的被换掉，那就说明一场针对习近平的政治风暴已经近在眼前。围绕着四中全会，各种传闻满天飞，其中有一个版本最为惊悚，也最为颠覆，我们姑且称之为权力翻盘剧本。据自媒体小说家的爆料，这次中共四中全会将上演一场政治重启，
具体内容是4名习近平派系的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强、中办主任蔡奇、意识形态大总管王沪宁以及中纪委书记李希将在会上集体辞职，取代他们的将是一个由各方势力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代表团派回归的汪洋和胡春华，可能分别出任总书记或代理总书记和总理；代表军方势力的张又侠入常以稳住军权，确保权力平稳过渡；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代表技术官僚和地方实力派的陈吉宁。这个爆料还提到，政治局层面也会大换血，一批习家军人马将被清洗，换上具有改革色彩和专业背景的官员。整个目标就是要终结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时代，恢复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如果这个剧本成真，习近平的下场可能会类似于当年的华国锋，被剥夺实权，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孤家寡人。这个剧本听起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在中央全会上搞掉最高领导层，这可能吗？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11届5中全会上，就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为了彻底清除文革的影响，就在这次全会上成功地让4位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汪东兴、季登奎、吴德、陈锡联集体辞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历史的巧合是，当时被搞下台的汪东兴，他的职位正是毛泽东的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这次行动彻底架空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所以说，利用中央全会的形式，完成一次不流血的政权轮替，在中共的权斗史上有先例可循。当然，我们必须保持客观和理性。对于这种颠覆性的传闻，也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认为，中共的中央全会从来都只是一个追认和走过场的橡皮图章，所有重大的决定一定是在会前由党内最高层的几个人在密室中敲定的，绝不可能在会场上通过几百人举手表决来推翻一个领导人。而更有力的反证来自于军队的喉舌《解放军报》。就在4中全会前夕，《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社论，高喊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最吊诡的是，主管《解放军报》的中央军委，其日常工作正是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的，而张又侠恰恰就是前面那个政权翻盘剧本里联合反习的关键人物。如果他真的要反，为什么他主管的报纸还在天天对习近平表忠心呢？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就在各种传闻和猜测甚嚣尘上之时，一个确凿无比的事实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重重迷雾。这个事实让前面所有的传闻都显得不再那么遥不可及，那就是习家军在军队内部的核心支柱塌了。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发布了一则简短但极具爆炸性的消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等9名高级将领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各位，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反腐。何卫东和苗华是谁？他们被外界普遍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的亲信，是福建帮在军队里的代表人物。习近平打破惯例，将他们火速提拔到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的高位，就是要把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何卫东更是成为了1989年以来第一位在任上落马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这究竟代表了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还是他的统治已经危如累卵？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第一种解读，皇权的极致。这种观点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无人可以挑战。他就像历史上的皇帝一样，可以随意废立太子，诛灭功臣，清洗自己的亲信，是为了确保队伍的绝对纯洁。哪怕是最亲近的人，只要有丝毫不忠的迹象或者贪腐的把柄，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拿下。这是一种权力自信到极点的表现。第二种解读，张幼霞清洗了习的亲信，习近平已经彻底丧失了军权。这场发生在四中全会前夜的军队大清洗，似乎让所有的传闻都有了现实的支撑。好了，各位朋友，梳理了这么多矛盾的信息，从陈基宁的暧昧表态，到蔡奇的职位传闻，再到军队核心的惊天大案，我们似乎离真相越近，却又感到越发扑朔迷离。一边是官方刻意营造的岁月静好，一边是暗流汹涌的权斗传闻和血淋淋的政治清洗。这一切或许都将在正在召开的四中全会上迎来一个摊牌的时刻。站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未来似乎有三种可能的剧本。剧本一，皇帝的反击。四中全会波澜不惊的结束，会后的公报全是支持核心的陈词滥调，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压制下去。习近平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也更加孤立。解放军报的社论最终被证明是真相。剧本二，艰难的妥协。习近平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核心地位，但被迫做出了重大的权力让步。比如，他可能真的牺牲了蔡奇，让陈基宁这样的妥协性人物上位，以换取党内其他派系的休战。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后强人时代，表面上依然是习近平掌权，但实质上恢复了派系林立、相互掣肘的弱主集体领导。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内部斗争的时期。剧本三，黑天鹅降临。所有的惊天传闻都被证实，反习联盟在四中全会上发动了一场成功的政治伏击。习家军的核心团队被集体替换，中国的政治路线发生180度大转弯，个人崇拜被终结，一场新的前途未卜的改革可能就此开启。这将是1980年历史的重演，也将是震惊世界的黑天鹅事件。这三个剧本无论哪一个上演，都将深刻地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未来。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而历史的谜底即将揭晓。您认为哪一种可能性最大？您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预测和看法。请大家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因为一旦四中全会的公报发布，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深入、最独家的解读，您一定不想错过。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